裴行与我自小定下婚约。春日宴那日，九公主被奸人掳走。我第一次见到向来沉稳的裴行，竟慌得连茶杯都拿不稳。他亲自办理此案，却将嫌疑指向了我，不由分说，便将我押入刑狱司，审了1天1夜。他下了狠手，我身上留下的鞭痕不计其数。不到1日，公主自己回来了，她被皇帝责罚，一脸委屈。宫中烦闷，我不过是玩闹罢了。那时裴行光顾着温声哄她，全然忘了在狱中奄奄一息的我。从那刻起，我彻底死了心。可后来我入了宫，他却不愿意放手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入了夜，刑狱司内，伴随着痛苦的呻吟，裴行有些沙哑却又狠厉的声音响起：林西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说出九公主的下落，我就放了你。我忍着疼，眼眶湿润，抬眼看他。我说了没有做，就是没有做。啊！身上又落下一鞭，太痛了，我忍不住叫出声。裴行似是怒极，用的力道很大，瞬间让人皮开肉绽。除了你，还有谁有这样的胆子，敢算计公主？我浑身都是黏糊糊的血，一边盖过一边，血迹不断从衣服里渗透出来。狱中血腥味越发浓重，老鼠似乎嗅到了味道，在我不远处伸头探看。我咬了咬唇，唇角渗血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裴大人，不信便算了，不知所谓。来人！一盆浓盐水浇在我的身上，蚀骨般的痛在我身上蔓延，我蜷缩着手指，奄奄一息。太痛了，我有些撑不住了，浑身发抖，开始胡言乱语。疼，好疼，我好像快死了。裴行，我不要再喜欢你了。面前的男人身体一僵，面色却还是一样冰冷。他抬起我的下巴，用手擦了擦我唇角的血迹，逼我看向他。我只是不想你酿成大错。门外传来脚步声。裴大人，九公主找到了。那人瞧了我一眼，许是有些不忍。九公主是自己回来的，无人掳走她。她似是终于安心，紧锁的眉头松了下来。她平安便好，我去看看她。她急得什么都忘了，一眼也没有看我，脚步匆匆向外走。裴行，我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，但他的脚步并未停下，唯余我的声音在风中消散。我们取消婚约吧。那日裴行走后，是宫里派人传话，我才得以出狱。父亲接我回家时，我已经神志不清，气若游丝。宫里来的那人一路送我回府，还给府上留下了宫里的祛疤秘药。皇后娘娘说了，此事定会给林府一个交代。母亲看着我鲜血淋漓的样子，心疼得直掉眼泪，那个混蛋竟然如此对你。后又坐在我身边，低声哭泣着问我，你还是非要嫁他不可吗？我强忍着疼痛，拉了拉母亲的手，无声地摇了摇头。隔了1日，宫里传来消息，九公主贪玩胡闹，被禁足3个月，而裴行也不过是被罚了1年俸禄罢了。父亲知道后，日日上书弹劾裴行，却都无果。想想倒也正常，裴行如今不过刚满20，便官至大理寺卿。父亲是当朝首辅，老师是翰林院院首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那日之后，我的伤过了好久才稍好些。刚能下床，我便和父母说起婚约的事。我不会嫁给裴行了。母亲瞬间泪流满面，握着我的手，当真？你真能放下他？我点点头，既然他心里有人，那便成全他吧。我以后不会再想着他了。父亲却有些不赞同，裴行此举虽然过分，可乔乔身上若是落下了疤痕，以后可再难有哪家比裴家更好的男子愿意娶她了。我看向父亲，眼神坚定。父亲，以后我即便是与青灯古佛相伴，也绝不嫁给裴行。母亲扯了扯父亲的袖子，劝道，放心吧，乔乔定会有好亲事的。父亲心里憋着气，也没再说什么。罢了，就算在家里待一辈子，我也养得起。只是隔日上朝时，又默默参了裴行几本。决定退婚那刻，我突然觉得无比轻松。裴家家规森严，最为重视礼法，以后我便不必为了讨裴行的喜欢，处处规训自己。下过一场春雨后，我刚想下床走走，
便听说裴行被裴夫人押到林府来赔罪，母亲有意搓磨他们，过了许久才让我出去见客。我走到前厅，只见到裴行，他站在门边，站得很直，望着院子里的海棠花。他眼下一片青黑，面容有些憔悴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，神色依旧如往日般冰冷。他看了我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冷冷清清的声线似夹着冰雪。瞧瞧，你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。裴大人亲自用的刑，你应该很清楚才是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愧疚。抱歉，那日是我不好，这个月来，我父亲每日让我在祠堂罚跪，以求赎清罪孽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又说起，那日我托人送了疗伤的药，听说用了不会留疤，你可曾用过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淡淡道，未曾见过，许是我母亲扔了吧。他走上前，靠近我，勉强扯出一个笑。我鼻尖嗅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，却不像以前那般欢喜了。那也无碍，林夫人心里有气，我能理解。不过，就算你身上留疤了，我也不会介意。他看向我，眼里好似透着些柔情。你放心，我们的婚约照旧，我会娶你。我嗤笑一声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愿意嫁给你？似是被我的态度惹恼，他的语气也带着些怒气。好了，别闹脾气，我都向你赔罪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他看向我手腕露出的一点疤痕，顶着一身的疤痕。除了我，这京城的高门大户还有谁愿意娶你？听到他的话，我才明白我心里那个风光霁月的少年已经烂掉了。见我的脸色不太好，他又缓了语气，你好好养伤。我去向你父母道歉，刚刚的话我就当没有听过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从前，裴行自小天资过人，3岁便能吟诗，5岁便被翰林院的学士收为弟子。我自小便知道将来会成为他的妻子，为了能够配得上他，我收敛了性子，拼命努力学习书画。这些年来，练习用的墨汁怕是都能堆成一汪池塘。时间长了，画技倒也能在京城排个名头。最初追着他的脚步，不过是不想自己差得太多。真正喜欢上裴行，是在11岁那年，我骑马差点摔下来，是他拼了命的救下我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他的脸，忽然就很心动，不知不觉便喜欢了他5年。本来明年春天我就要嫁给他了，只是现在我竟然一点都不爱他了。我回到房里，找出所有和裴行有关的物件，我为他绣了很久却还未送出去的香囊，和他一起画过的画，抄过的诗，全都一把火烧了。我静静看着火光，想着就让过往的执念在这一把火中燃尽吧。那次之后，我一直待在府上养伤，直到中秋那日，父亲带我和母亲进宫参加中秋家宴，才得以出门。我穿了一件鹅黄色的裙子，戴了繁琐华丽的配饰，明媚的颜色衬得整张脸生动漂亮。从前因为裴行钟爱浅色，不喜欢女儿家打扮得太过艳丽，我总穿一些浅色的衣服，发饰也只是简单的配一根发簪，只为了能让他的目光多停留在我身上一会儿，却忘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。在宴会上，我又见到了裴行，他穿了一件深色的长衫，面如冠玉，整个人丰神俊秀，倒是让人移不开眼。只是现在的我已经不会被他的外表迷惑了，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罢了。突然，园中刮起了一阵风，花瓣飘落，裴行抬起头往这边看了一眼。我低头拿起一块糕点尝了尝，没有看到他眼里闪过的惊艳。许久后，我四处看了看，想去和我母亲待在一起，却没看到他人。转身时，我的脚不小心崴了一下，却见一双手稳稳地拖住了我。我抬起头看向他，有些惊讶，异常苍白的脸，却漂亮的不似真人，周身萦绕着一丝威严气息，竟是太子轩也。多谢殿下。我连忙轻声道谢，却看到不远处一道凌厉的视线紧紧盯着我。下意识看过去，对上裴行冷淡的目光，那张冷峻的脸一如既往的没有什么表情。我却隐隐感到他有些不悦，但我丝毫不在意。太子温柔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不必多礼，林夫人在坤宁宫陪我母亲说话，你可以去那里寻她。
母亲与皇后娘娘是自幼的手帕交，到现在关系也很好。我点点头，冲他盈盈一拜，多谢。轩野离开后，裴行走到我身侧，他的视线一直落在刚刚轩野拂过的地方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开口，乔乔，今晚可否与我同游灯会？我想着退婚的事总归要和他说清楚，刚想答应，九公主便直直地朝着裴行走过来。她脸上的欢喜一点也掩饰不住，温声开口：裴行，父皇终于同意我出宫了，你今晚陪我去逛灯会吧。裴行像是有些为难，片刻后还是同意了。我没再打扰他们，从他们身侧走过。罢了，裴家人知道便行了。我站在树下，余光落在他们身上。九公主一袭浅蓝色的裙子，与裴行的深色长袍倒是挺般配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来不是裴行喜欢浅色，是喜欢穿浅色衣服的人啊，倒是我东施效颦了。在外可知小孩液体的玉面罗刹，在九公主身旁倒是显得格外温柔，嘘寒问暖，言辞生动。反观她对我，从来都是疏离的、冷淡的，和旁人并无不同。我从不曾见过这样生动的她。我捡起一片树叶，对着光看了看，突然想起兄长那日从书院回来对我所言。我原本就想提醒你，裴行对九公主情深意重，怕你伤心，才没有开口。只怪我在内宅，不曾听闻裴大人的一片情深，倒是差点误了人家的好姻缘。如今这样也好。我坐在回府的马车里，外面传来烟花炸裂的声响。我掀开帘子向外望，一朵朵烟花炸开，异常绚丽。又听到旁边经过的行人的闲聊，听说这烟花是裴大人放的。这样冷厉的人也有这般的柔情啊。是啊，裴行这样冷心冷情的人也会为爱变得柔情。我放下帘子，不再去看窗外。中秋过后，许是宫中秘药的功效，我身上的疤已经淡了很多，几乎看不出来了。或许再过不久便能完全恢复了。母亲看到后也终于安心，见天气不错，让我将她抄的佛经带去七净寺交给住持。寺中清静，少有人来。我将佛经交给主持，便在寺内四处逛了逛，直到看着天色渐晚，我才带着丫鬟离开。还没走到门口，便被寺中的小师傅拦下。下山的路垮了一段，今日施主怕是无法下山了。我看向他，问道：我们可以在寺中住一晚吗？他看了看大殿的方向，说：寺里今日有贵人来，小僧做不得主，您随我来，我帮您问一下。只是刚到殿前，小师傅便被人叫走。我刚走上台阶，店里的人便转过了身。他着一袭深色长袍，袖口点缀着一圈朱红色的暗纹，风姿绰约，手中抓着一把香，面对着佛像透着几分虔诚。极好的眉眼淡淡的看过来，片刻间便换上一副温柔的神色。他随手将香插进香台，同我打招呼：林姑娘。殿下。我捏了捏袖子，莫名有些紧张。寺中僧人说今日无法下山，寺中的房间能否让我们留宿一晚？他看向我：当然。你身上的伤可好些了？那药效果如何？那药是您送的。我有些惊讶，回神后连忙道谢：多谢殿下。你我之间不必多礼。我有些疑惑地看向他：你母亲没有同你提过吗？我与你的婚事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整个人惊讶到大脑一片空白，愣了许久。他突然就笑了，眼睛像是倒映光芒的琉璃盏，顿时天地都失色。林姑娘，你可愿意做我的太子妃？我愣了许久，为何是我？林姑娘聪慧动人，我心悦之。殿下不介意我与裴行订过婚吗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为何要介意？这并非你的错。许是被他眼里的真挚打动，又或是想起这几月来母亲总为了我的事伤怀，病了好几次。父亲也总因为我的事被同袍嘲笑，连女儿都护不住。反正我也没有想过再去喜欢什么人了。于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答应了这件婚事。他眼里的笑意更深，没再说什么，吩咐人送我去了厢房。夜里渐渐有些凉意，我裹紧被子，却始终有些冷。不多时，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太子吩咐人送来的厚被子和燃好的炭，瞬间屋子里就暖和起来了。倒是个细心的人，
我看着炭火想着白天轩野说的话，我的脸渐渐红了。夜渐深，伴着温暖的炭火，我沉沉睡去。第二天一早离开寺庙时，正巧碰见轩野。3日后，闽轩阁有一场义卖活动，林姑娘可以试试。闽轩阁以卖画为主，时常会搞一些义卖活动，我的画大多都是挂在这里卖的。我心里霎时被疑惑填满，裴行不喜女子太过张扬，即使我的画扬名天下，我也并未以真名示人。轩野为何知道？我点点头，与轩野告别，索性不再想，就当是太子殿下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吧。回府以后，我问起母亲我与轩野的婚事，她看上去很高兴，精神也好了许多。她告诉我，下个月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上会公布这个婚讯。说完，她摸摸我的头，悄悄放心，太子是个很好的人。我知道的，他的好我在许多年前就见过。那年父亲病重，各路名医看了都回天乏术。我听闻城外有位李神医，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挽救过很多濒死的人。当我赶到城外时，这位李神医当天排的号都发完了。我想着父亲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在门外求了许多人，却无一人施以援手。唯独轩野，贵为太子的他，并未以权压人，也同平民百姓一般在门口等候求医。他见我一副急得要哭的样子，将竹简赠予我便走了，却见他转身后不停咳嗽，髌骨之离，让人于心不忍。轩野在民间的名声也很好，城外爆发疟疾时，他亲自带人去治理，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阻止了这场灾祸的蔓延，就下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我想他这样好的人，任何女子嫁给他都会过得很好。第二天，我从之前的画作中挑了一幅满意的，署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才让人送去闽轩阁。而后我便坐在院中准备绣个香囊。那日在寺中，我无意间听到太子夜里容易失眠，想着给他做个助眠的香囊道谢。我在深蓝色的布上绣了一丛青竹，露笛千粉结，风摇青玉枝，应该是挺衬他，只是还没绣好，便被人打扰了兴致。我抬头就看到裴行走进来，脸沉得像墨。我听我母亲说，你要解除婚约。我点点头，看着手上的香囊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我手中的香囊，脸色缓和了些。为何要退婚？若还是因为之前的事，我会给你补偿。不必了，林西乔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看向他，平静道，退婚不是如你所愿吗？以你在皇上面前的地位，想要娶九公主不也是很轻易的事吗？我成全你们不好吗？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会娶她。我嗤笑一声，也是，按李朝的惯例，驸马只能任虚职。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的人，又怎会为了感情放弃前途？娶我，也不过是你权衡利弊后的最好选择罢了。将军之女，知书达理，还是青梅竹马，彼此熟悉，最适合不过了。他像是屈尊降贵般向我解释，之前我高烧不退，还被父亲罚跪在雪地里，是他碰巧来我家中，向我父亲求情，我才免去责罚。我不过当他是恩人罢了，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。我冷笑了一下，他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话，就让你记了这么久。我为你熬了几个日夜凤的护膝，却被你随意地扔在床底。见我不吭声，他继续说，你可知退婚后，女子行事有多艰难，这京城的流言蜚语就足以冲垮你。我当然清楚，这世道对女子有多苛刻。邢玉思一事后，即使我并未做错什么，可京城的女眷再未给我发过一张宴席帖。即便这样，你也要退婚？我点了点头，看向他，目光坚定。他却好似没看到般，低声哄道，退婚的事我会和母亲解释，你别再闹了，不然以后再想嫁我，便只能是个妾了。走时，他看了看我手上的香囊，目光幽深。义卖那日，我耽搁了许久才过来。闽轩阁里人满为患，大家齐齐盯着台上那幅战场临别图。父亲是守护大周安定的将领，幼时父亲总在外领兵征战，我们总是短暂见一面便要分别，于是长大后，我怀着对父亲的崇敬与思念，画了这幅画。我跟店主打了个招呼，走进去，却听到人群中一阵喧哗。
只听见一道低沉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5000两，这幅画我要了。”我望过去，目光和裴行对上，他竟然会看上我的画。他似是有些惊讶，黑沉沉的瞳孔紧紧盯着我。面对众人的喊价，不紧不慢地跟着，眼里带着一丝势在必得。很快，这幅画的拍卖价被裴行喊到了5万两银。楼内竞价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就在他以为这幅画被他拿下时，店主有些激动的声音响起：“楼上的公子点天灯，这幅画是楼上的公子的了。”我顺着店主的视线看上去，有纱帘遮挡，看不真切，不知是何人这般欣赏我的画作。楼内响起阵阵喧哗，都在讨论是哪位名家的画作。情感如此真挚动人，画技又是这般精湛，拍出如此高价。裴行走向我：“这幅画画得很好，我记得你喜欢收集各种画作。我本来想拍下这幅画作送你，只可惜没拍到。”没等我说话，拍下画作的那位公子缓缓走下来。行走时，他腰间绣着青竹的香囊轻轻晃动着。裴行目光死死盯着那个香囊，面色微沉，却在下一秒认出香囊的主人时，愣住了。“殿下。”轩野轻轻颔首，目光却放在我身上。“林姑娘画技精湛，情感丰沛，这幅画我很喜欢。”裴行瞬间惊愕不已：“瞧瞧，这幅画出自你手？”我点了点头。“怎么会？我竟从不曾知晓。”我身旁的丫鬟早已对他不满多时，脱口而出：“你不知道的多了，我家姑娘可是画技名扬天下的乔西。”“你是乔西？”他瞬间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没再理他，和轩野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。后来的1个多月里，我的那幅战场临别图都挂在敏轩阁里展览，观看的人络绎不绝。我父亲见了那幅画也是赞叹不已，还险些落泪。过了很久我才知道，原来敏轩阁背后的主人是轩野。自那以后，乔西的名字逐渐被林西乔取代，成为京城文人雅士闲谈的话题。我府上京城贵女送来的宴席帖也是堆了厚厚一沓。皇后生辰宴那天正值隆冬，下了好大的雪，殿内放了炭火，一进去便暖烘烘的，在外冻僵的手脚开始回暖。我一进门便看到轩野，他正坐在皇后娘娘身边陪她说话。他瘦了些，脸色也更白了，带着浓浓的破碎感，蓦地看着让人心里一紧。他见我进门，笑了一下，显得整个人温润如玉。席间，我正拿着一块糕点品尝，皇后娘娘看了我一眼，随即皇帝便宣布了赐婚。霎时间，席上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。我看了看轩野，他的目光温柔，瞬间化解了我的不安。忽然间，一声碎响，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裴行瞳孔巨震，满脸不敢相信，手中的茶杯滑落在地，碎了满地。我还从未见他如此失态的样子。裴母解释了几句，说今日裴行的身体有些不适，众人便没再关注他。宴席散后，母亲去和皇后娘娘说话，我独自在花园逛了逛。裴行跟了上来，脸色黑得像炭，像是憋了很久，终于找到机会般，一开口便是嘲讽。难怪退婚退得这么干脆，原来是攀上了太子殿下。我看着地上的雪，踢了踢，与你何干？你不是最爱我吗？以前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我多看一眼，你就眼巴巴地买来送我。我的香囊、荷包、护膝都是你亲手缝的，那些东西你还是扔了吧，免得我觉得恶心。他瞬间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。还有爱你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刑狱司那天有多痛。我看着他一脸受伤的表情，笑了。我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对我这般狠，我也不会这么快看清你是怎样的人，还能遇见太子殿下这般温柔体贴的人。呵，他嗤笑一声，他有什么好？你可知太医曾言他活不过弱冠之年，这样一个短命鬼，你还要嫁给他吗？我面色愈发的冷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太子殿下身体康健，定能长命百岁，你若不信便等着看吧，迟早你会求着嫁给我。他信誓旦旦地说完，转身便走。我站在湖边想着今日轩野面色苍白的样子，忧心忡忡。婚期定在了开春，整个冬天我都待在府中待嫁。
轩野似乎很忙，我很久都没有见到他。倒是裴行时不时往我府上凑，但都被我父亲赶了出去。小年那天，父亲出门一趟回来时，面色不善。母亲问了他许久，他才支支吾吾地说，最近不知道哪里来的谣言说太子活不过20岁。母亲看了看我，小心翼翼地说，都说了是谣言，哪能当真？可昨日我见到太子，他看上去愈加消瘦孱弱，面色苍白如纸。许是最近太过操劳，比较累吧？或许是我的表情太难看。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宽慰道。我点点头，心脏莫名有些难受，很想快点见到他。很快，最后一场雪过去，春天慢慢到来。大婚那天，我便入住了东宫。喜宴过后，我在寝殿内等着宣野。等我换下繁琐的衣物，便看见他斜倚在窗边的软榻上，一身红衣，美得惊心。面容清瘦，没什么血色，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，是一种看透了生死之后的平静与深邃，美则美矣，却带着一种易碎的忧伤，让人不敢高声语，唯恐惊扰了他。他见到我便笑了，轻声唤我夫人，声音温润极了。他牵过我的手，指尖微凉，让人不自觉地想用自己的温度去暖一暖那冰凉的指尖。他带我去了里面的房间，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停住了。里面放的都是我的话，我的嗓音有些沙哑，眼眶逐渐湿润了。为何？他唇角微弯，第一次见到你的话，我就很喜欢，所以每幅都买来了。我知道你喜欢过别人很多年，但我不希望你因为他的错误就妄自菲薄，丧失爱的能力。我想让你知道，这世界上也有人非常非常喜欢你。然后他又带我去了另一间房里，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华丽漂亮的衣裙，流光溢彩的配饰，还有看上去就很温暖的毛茸茸的狐裘。他说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穿了一身粉色的褶裙，头发上簪了一朵海棠花，提着裙子笑得肆意，跑着跑着就跑进了我心里。希望以后你也会像初见那样，每天穿着漂亮的裙子，肆意张扬的过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霎时间心跳如擂鼓。下一刻，我情不自禁地吻了他。那天晚上，红烛帐暖，烛火燃了一夜。大婚过后不久，皇帝开始缠绵病榻，就连李神医看了都束手无策。宣也代理监国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我好几日未见过他，却连连听他身边的太监传来他吐血的消息。我成日在东宫里急得不行，却还是强撑着打理东宫事务。尤其近日来，民间关于太子活不过弱冠之年的谣言愈演愈烈，人心惶惶，另立太子的呼声越来越大。我隐隐有些担心，宣也今年19岁，还有1个月便是他的生辰了。3月中旬，我和宣也匆匆见了一面，他温声告诉我，别担心，我会解决好。连日来焦躁不安的情绪瞬间被抚平，直到裴行生辰前一天，我心中惶惶不安。果然，半夜便传来太子遇刺，危在旦夕的消息。没等我见到宣也，便听到宫中传来阵阵喧闹，随即便看到侍卫慌忙闯进殿内，一脸焦急，四皇子反了。我看向殿外，夜色沉得像墨，竟是四皇子。他和他生母林贵妃向来表现的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竟有这般狼子野心。战火四起，殿外的铁蹄声不断推进。我想起宣也的话，内心的不安渐渐淡了一些。我在殿内默默等着，直到夜色渐退，东方天际浮起鱼肚白的淡光，有一个人踢开门走了进来。那天是我见到裴行的最后一面，他带着人一路杀到东宫，却在见到我的那一刻放下了手中的剑。我竟不知道他是四皇子的人。他紧紧盯着我，眼里充斥着浓浓的占有欲。瞧瞧，我说了会让你求我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朝我走近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眼里似是眷念。我推开他的手，眼里带着嫌恶。裴行，你年少时不是说要忠君爱国吗？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宣也那样软弱的病秧子可不是我要中的君。他冷笑了一下，眼里满是疯狂。乔乔不愿嫁我，是因为想当皇后吗？没关系，现在嫁给我也可以当皇后。我慢慢后退一步，你疯了！我竟不知你还有此等的野心。他看着我深情款款的样子，
等一等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们很快就能像以前一样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勾出一个嘲讽的笑。不可能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有多痛，你有多冷漠。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店外传来一声烟花炸裂的响声。裴行站到我旁边，笑了。好了，瞧瞧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心心念念的太子殿下应该已经死透了。说完，他便想来拉我，只是他还没碰到我，突然间身体一僵，竟然跪倒在地，口中吐出一口血。我缓缓瞧了他一眼，只见他身后插着一支箭，金色的箭羽闪着光。下一秒，门外走进一人，轩野一身黑衣，手上虚握着一把弓箭。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，未曾见到什么伤口，这才稍稍放心。我快步跑向他，裴行虚虚地喘着气，想来拉我，我踩着他的手走过，没再看他一眼。裴行强撑着坐起来，看向轩野，嗓音沙哑：“你没死，不过是设计引你们上钩的手段罢了，你们竟然都蠢到一起去了。我早就发现你们暗中勾结，想要谋取地位了。”轩野放下手里的弓箭，眼里闪过一丝狠厉。看惯了轩野温润如玉的样子，我这时才后知后觉，轩野能在这吃人的后宫里活下来，也并非眼前看到的这般无害，他的手上也曾染过血，杀过人。裴行又吐了一口血，气若游丝，他缓缓看向我：“乔乔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很后悔那天，是我没有真。”我拿起地上的剑刺进了裴行胸口：“我不会原谅你。”裴行就这样死在了轩野生辰的那天。四皇子和林贵妃也被皇帝赐死了，以及和四皇子一起造反的同党们也通通被流放了。那日以后，没有奸人的谋害，轩野的身体渐渐好起来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他身体的虚弱是因为林贵妃长期下药导致的。后来遇见了李神医，才慢慢帮他调养好。之后一直装作虚弱的样子，也不过是为了引他们上钩。后来皇帝身体逐渐好起来了，却也不愿意继续当皇帝了，带着皇后娘娘出宫游历，好不快活。留下一摊子是给轩野。轩野继位后，我成了皇后。即使他当了皇帝，也未曾扩充后宫，整个后宫独我一人。只是当了皇帝后，他忙得不可开交，也想像他父皇一样把这摊子甩给别人。于是在忙了一天后，他回到寝宫就一直缠着我：“夫人，我们生个孩子吧，只要一个，不管男孩女孩都行。等孩子长大了，我们就把皇位传给他，然后去找个喜欢的地方生活。”我摸了摸他眼底的黑眼圈，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他便扣住我的后脑，吻了上来，直到我的手指酥软，他也不曾停歇。“你不是说今天很累吗？”“还行，夫人继续。”于是，在来年的春天，我们的女儿出生了。轩野给女儿取名为宣姬，在她16岁的时候，轩野便宣布退位，宣姬成了李朝第一个女帝。后来我们在外游历，在泰山顶上感受造化钟神秀、阴阳歌婚晓时，听到旁边的人提起宣姬。听说这位女帝在京城办女学，招收女官入朝为官，大大提升了女子的地位，女子也可入朝为官了。旁边捧着书的女孩听到这话，急匆匆地便往山下跑。以后我也要做一名女官。我画完最后一笔，看了一眼旁边的轩野，不愧是我女儿。她宠溺地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我看着面前辽阔的风景，拉了拉轩野的手。人生至此，倒也算圆满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